长弓弯月一统河山，人杰地灵大功夫成。有意思，有意思。张灵甫终于来到了孟良崮，就在国军士兵挖阵壕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一块古碑，长弓弯月合起来就是一个张字，而且上面还有灵有府，不正是说他张灵甫吗？这块古碑不知在地下埋了多少年，偏偏在他到来的时候现身，看来这孟良崮和他有缘，他心中的计划也更加坚定了几分。上孟良崮是要有勇气的，要舍得把自己豁出去。张灵甫上孟良崮是勇气之举，也是无奈之举。连日来，他的整编74师按上级的要求从临沂出发，急速推进沂蒙山区，目标直指华东野战军指挥中心所在地坦布。然而坦布周围群山环绕，道路崎岖，他的美系重装部队根本施展不开，更何况与他协同作战的李天霞的整编83师和黄百韬的整编25师也是出工不出力。张灵甫再三向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申诉，得到的回答却依然要他在14日中午前突破解放军主力，进占坦布。就在他暗步推进的时候，前方各旅接二连三传来报告，遭遇了解放军猛烈的阻击，有一个连被歼灭，而且对方投入的进攻兵力达到1个师以上。张灵甫听后不敢怠慢，目前他的左右两翼空虚，而且华野已派出强大纵队，隐约有迂回包围74师的模样。随即他命令部队放弃白天费力打下的大部分阵地，连夜向后收缩数公里，到12日占领的孟良崮一线凭险据守，以备不测。好险啊！师座，这就是孟良崮。沂蒙山区72固，固固相连，而其中最出名的叫做孟良崮。孟良崮位于蒙阴县与沂南县的交界处，它的西南面与临蒙公路边的朵庄相距5公里，主峰面积大约 1.5平方公里，海拔约600米。据说这里曾经是宋朝杨家将孟良屯兵操练之地。张灵甫进驻孟良崮也是有他自己的考量，先前他把辎重部队留在了孟良崮以南的朵庄，而国军的目标是北边的坦布，孟良崮处于两者中间，也可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只要参战的友邻部队到达预定地点，就能发起对坦布的合围了。就在74师各部奉命向孟良崮开进收缩的同时，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有另一支部队也在山坡下摸黑悄悄行军。两支部的一支在山岗，一支在山坡，相距不过100米，但当时雾霭浓重，视线不清。张灵甫以为这支部队是来掩护他们的友军整25师，既不吆喝口令，也不打枪，就放他们过去了。然而他的这一疏忽却成了之后战役中切断他们与友军联系的一把尖刀。这支部队是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叫叶飞，而他们这次的目的是要吸入敌人纵深，把74师从四周重兵中弯割出来，切断张灵甫和黄百韬的联系。同志们，这是虎口拔牙呀，也是猛虎掏心。好。原来针对张灵甫的孤军冒进，粟裕和陈毅早就已经盯上他了。莱芜战役之后，国民党方面虽然损失惨重，但在总结作战失利的教训后，依然认为解放军方面同样伤亡惨重，无力再战。于是蒋介石重新制定了作战方针，由原先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编为集中兵力对陕北和山东实行重点进攻。而国军在山东方向的兵力集结了24个整编师，近45万人。蒋介石也把这次战略方针和重点进攻的成败视为关系党国存亡的大事。在兵力配备上，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采取了硬核桃配烂葡萄的部署，将整编第74师、第11师和第5军，也就是国军5大主力中的3大主力摆在第一线中央，左右两翼个配备几支杂牌部队，编成3个机动兵团，向我军形成弧形式推进。而张灵甫师所在的汤恩伯第一兵团就是这其中的主要突击力量。面对敌人大军压境，粟裕和陈毅作为华东野战军指挥员，审慎地分析了战场形势变化，认为我军在山东战场的兵力也有10个纵队约27万人，具备了打大规模歼灭战的条件，而且又是在解放区腹地作战，因此也在主动寻求战机。在经过1个月的耍荣登之后，国军心态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疲态。粟裕在看到整编74师向我军指挥中心坦布发起进攻时，判断敌军准备全线进攻了，而这一形势恰恰带来了有力的战机，一个大胆的战役构想就此形成。他立即改变了之前先打较为薄弱之敌的想法，而是针锋相对，打最强的第74师，准备以猛虎掏心式的反突破对付敌人的中央突破。整编74师虽然是强敌，但进入山区后地形对其不利，重装备发挥不了优势。
同时他认为该师平时十分骄横，和其他国军矛盾很深，在我军围歼该敌坚决阻援的情况下，其他敌军不会奋力救援，只要部署得当，执行有力，实现这个意图是完全可能的。统一思想认识后，粟裕做了具体部署，明确以5个纵队的兵力担任围歼74师的主要任务，又以4个纵队组队增援。这应该叫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1947年5月14日，天刚刚破晓，张灵甫和参谋长魏振岳在高家沿路指挥所正等待飞机凌空驻战，准备按预定计划发起对坦铺的进攻。忽然他接到各旅长的报告说，解放军已全线发起强大攻势，兵力较先前更大。张灵甫基于当前战场情况变化，决心依托孟良崮有利地形，退守上山，先守住阵地，再做第2步行动。决定上山之后，张灵甫随即命令74师4个旅整顿态势，指定58旅占领孟良崮及附近600高地、庐山、碉窝等核心阵地，51旅占领孟良崮以西外围的面犁沟、冯家庄、连部与各高地和周围村落，57旅占领孟良崮以北、当阳、孟家峪一线，3个旅形成犄角之势。14日下午，张灵甫在布置向孟良崮转移的同时，一直在试图打通通往朵庄的退路和与黄百韬的联系。激烈的285高地和330高地的争夺战持续到傍晚，经过连续13次整连整营的轮番冲锋，才拿下了285高地，同时结束了330高地争夺战。每个阵地都数以其手，最后51旅艰难地从解放军一纵夺得了一半阵地，双方一直处于对峙状态。而原本张灵甫的2翼友邻部队，也只有黄百韬在下午曾派出约1个团的兵力进攻330高地以西的富府山，但在解放军一纵的奋力阻击下一无进展。战至黄昏，74师各旅才勉强控制了局面，占领了指定位置。张灵甫见部队稳定下来，暂时松了一口气，随即他向兵团司令汤恩伯发出了电报，表示已经集中于孟良崮地区，正加强攻势，严密防范。整个电报语气还是比较镇定的。对于解放军而言，没能抢在74师之前占领孟良崮，无疑是一大遗憾。其实华野司令部已经意识到孟良崮的重要性，在14日上午连续3次紧急命令华野一纵占领孟良崮，但一纵拼尽全力赶路，还是比74师晚了一步。于是粟裕只好命令一纵暂停攻击孟良崮，等待其他部队赶来。战后叶飞就曾提到，如果当时能抢先占领孟良崮，再会同其他各纵队攻击正在公路上撤退的74师，可能不出5小时就能将其全歼。可见74师抢占孟良崮也是当时战况下的最优选择。另一边，蒋介石得知张灵甫被围孟良崮的消息，也是喜忧参半。1个多月来，几十万国军深入沂蒙山区，却一直捕捉不到解放军主力的踪影。现在整个华野自己倾巢而出，这样能一口吃掉华野主力的机会，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更何况74师是哪些装备，战斗力很强，他估计华野没有能力吞掉74师，这正是国军同陈粟部队决战的好机会。于是他命令张灵甫坚守阵地，吸引共军主力，又调动10个整编师的兵力增援，以图里应外合，中心开花，反包围华野主力。此时的张灵甫也只有祈祷友军能有超常表现了，可他左等右等到了半夜，也不见援军的人影。与此同时，一把致命的利剑却已经悄悄抵上了74师的后背，张灵甫的辎重部队所在地朵庄失守了。绝对不可能。这把利剑不是别人，正是74师的死对头华野6纵。半年前和张灵甫在涟水打得难解难分的就是这支部队。原本粟裕是要6纵引伏于鲁南，牵制国军后方，结果现在杀了74师一个回马枪，成了关键的胜负手。当时6纵距朵庄有100多公里的山路，他们12日接获命令后，立即收拢部队急速开进，仅用了2天时间就到达了朵庄。战后纵队司令员王必成用非兵即渡来形容他们的这次急行军。如今丢了大本营，74师下山的最后退路被切断，对张灵甫坚守孟良崮的信心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四周的解放军攻势如潮，孟良崮犹如潮水中的孤岛。张灵甫意识到目前的战局对74师而言已经万分危急了。华野方面，5个纵队已经完全合围74师，即将对张灵甫发起总攻。同时外围国军的10几个整编师也在奉命行动，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到了决胜时刻。在这里需要对孟良崮战役的战绩做一点补充，很多资料中把我军捕捉孟良崮战绩说成是国军整编74师孤军冒进送上门来的。
而根据粟裕将军的回忆录，这种说法是不符合战场实际的，既没有反映敌军的作战企图和动向，也没有反映我军的预见和战役决策。从我军通常采用的传统战法出发来臆想战场情况，这未免有点削足适履，而且也把敌人想得过于愚蠢。两军相争，都力争主动，力敌被动，以为有力战机是守株待兔可以得来的，那是违背战争指导规律的。孟良崮战机的出现，更准确地说，是我军创造战机主动出击的结果。另外，中兴开花这一作战构想，从军事角度看是有它的可取之处的。国军重点进攻山东的目的，就是要巡歼华东解放军。现在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密集孟良崮地区，包围74师，又有4个纵队在沿路阻击，而国军10个整编师再从外围对解放军形成反包围，整体上看并没有一边倒。这是一场大兵团与大兵团的对决，而最后胜负不是单靠1-2个王牌部队所能决定的。中兴开花战术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兵团各部之间是否不计得失相互配合，而纵观整个内战，这恰恰是国民党军的致命弱点。决战孟良崮，下一期将进一步为您解读，敬请关注。